第146章，蠕动的饥饿。麒麟格斯那件神奇物品有什么特殊？这时，奥黛丽颇有点信心地问道。他刚才认真考虑了一下，竟然觉得自己在贝克兰德拥有不错的寻人能力。首先，他父亲是贵族里顶尖的富豪，拥有不错的声誉和人脉，而他自己在年轻一代里也很受欢迎，所以在社会中上层，不经意间能够动用的资源很多。其次，他目前认识的2位非凡者朋友也各有圈子，学徒福尔斯是原本的诊所医生，现在的新晋作家，在文学界，在出版行业，在位居中产阶级的医生里认识不少人。仲裁人休·迪尔查长期帮中下层民众协调并仲裁事件，在贝克兰德东区，在劳工阶层，在不少黑帮组织里都小有名气，隐秘的渠道很多。再加上他们所接触到的别的非凡者，以及别的非凡者拓展出去的圈子，寻人的能量不容小觑。面对正义的问题，倒吊人阿尔杰几乎没什么犹豫，不需要思考般直接就回答道。那件神奇物品的真正名称并不为人知晓，但了解一些的人都称呼它为蠕动的饥饿。麒麟格斯每隔1天就必须用一个活人的灵魂和血肉满足它，否则他会拿自己的主人来代替，这是可以用来寻找麒麟格斯的重要线索。奥黛丽微皱起眉头道。对于那种渴求活人鲜血和灵魂的邪恶物品，他发自内心的感觉不适，非常厌恶。是的，但一个至少有5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几个流浪汉的失踪并不会被人注意。阿尔杰提醒了一句，转而说道，自从得到蠕动的饥饿，麒麟格斯就变得非常难以对付。他原本只是一位风卷者，在水、风和天气领域具备不错的非凡能力，但后来人们发现他可以让目标变得狂乱，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可以召唤光芒净化死灵，可以用歌声增强自己，可以变成不同人的容貌，几乎无所不能。阿尔杰相当详细的描述道，我们怀疑这些都是蠕动的饥饿这件神奇物品带来的。他话未说完，安静旁听的太阳戴里克伯格就愕然脱口道，牧羊人，牧羊人，密奇人倾听者途径的序列5。白银之城的6人议事团里有位新晋的长老就是牧羊人，据说强大的可以抵抗序列4的强者，是等同品阶的恶灵。克莱恩的面部表情微有变化，但都被灰白的雾气遮掩住了。而这个时候，那位观众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牧羊人，牧羊人，正义和倒吊人同时发声，一个完完全全的疑惑，一个则略带惊讶，似乎在哪里听过牧羊人这个名称，知道一些情况，但却不了解具体的细节。见大家的目光都投到了自己身上，戴里克顿时有点慌张，他再是沉默内敛，悲伤郁结，也还只是个少年。他忙结巴着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倒吊人列举的特点很像牧羊人这个序列职业的非凡能力，每一位牧羊人都能将别人的灵魂，包括怨魂和恶灵，吞噬到体内，并用独特的方式驱使这些灵魂，对应使用他们一定的能力，就像在为神灵放牧羔羊一样。所以谁也不知道牧羊人究竟具备多少能力，这只取决于他们吞噬了多少非凡的灵魂，而这让他们显得非常可怕，近乎等于高序列的强者。但有人怀疑，牧羊人能吞噬和放牧的灵魂是有数量限制，但可以做更替。原来牧羊人的含义是这个啊！极光会掌握的序列途径一如既往的诡异，难怪他们信奉的对象是真实造物主，不堕落造物主。克莱恩一下恍然，但没有点头，表现出早就知道的样子。与此同时，他在心里叹息了一声，太阳啊，你果然还只是一个孩子，这是很重要的消息，很重要的情报，可以拿来换取有价值的事物，你竟然就这样说出来了。说出来了，那需要被封印的神奇物品蠕动的饥饿展现出来的能力和序列5牧羊人很像，会不会许多封印物品也对等接近某个序列职业失控状态下的那种？不知道封印物2-49那个安提戈努斯家族的木偶会和哪个序列职业相像？听完太阳的解释，倒吊人阿尔杰似乎解开了某个谜团般点了下头，一时默然。正义奥黛丽则更加好奇地问道，牧羊人是哪个序列途径的？序列几？密奇人途径的。伍克莱恩抓住机会，不着痕迹地点了一句，以表示自己什么都知道。密奇人，极光会的。奥黛丽猛然想到了那位疑似极光会神使的 A 先生，心情突的有点沉重。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能用什么代价来换取愚者先生出手，轻松解决掉那个恶心的家伙。
但想来想去，也没想到要怎么打动愚者先生。果然，接近神灵的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打动的，他们感兴趣的物品和事情本来就不多。奥黛丽在心里感叹了一句，暂时放弃冲动的他对太阳感激地点了下头，感谢他让大家对蠕动的饥饿有了新的猜测，从而能做出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应对。倒吊人先生，我愿意接受这个委托，但我不保证能找到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奥黛丽转而望着对面道，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答案了，不管你是否成功，只要做出尝试，我之后都会支付你一定报酬，比如某些隐秘的知识和情报，而如果能够成功，或许我可以直接提供你读心者的主要材料，当然，前提是我们得知道是什么。阿尔杰用少有的慷慨态度承诺道。成交。奥黛丽抿了下嘴，浅笑回答。接下来，阿尔杰在克莱恩的允许和帮助下，具现出了麒麟格斯的肖像。这七大海盗将军之一有着独具特色的宽下巴，棕色的头发在脑后扎出了古代武士的发髻，墨绿色的眼眸仿佛噙着笑意，但却异常冰冷。讨论完该讨论的事情，分享完该分享的情报后，高踞上首的愚者克莱恩微笑宣布今天到此结束，然后看见正义和倒吊人麻利的起身行礼，看见太阳慢了半拍的模仿。他右手前按，中断了联系，但自身并没有立刻离开。白银之城，伯格家。戴里克看着周围熟悉的布置，看着外面划过闪电的黑暗天空，一时又有点恍然，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翻找出类羊皮纸和羽毛笔，刷刷刷把强行记忆着的歌颂者配方默写了下来。他反复看了几遍，终于确认没有问题。戴里克并不担心自己拥有歌颂者配方，成为另类非凡者的事情会被白银城的上层怀疑，因为在之前的每次探索行动里，精英小队的成员或多或少都会从怪物身上，从那些被废弃、被毁灭的城市里得到一些配方、材料和奇怪物品，而这个过程里，有人私藏一点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只要不涉及太重要的那些。队长们、高层们都默契的不去追究。长久累积下来，某些配方就开始在白银城非官方渠道里流通，有的则成为家族世代强盛的根本。白银城周围的黑暗之物特点都相对固定，有些材料容易获得，有些则必须深入诅咒之地才有希望遇到。放好羊皮纸，戴里克想起了神秘愚者的叮嘱，于是就着简陋的卧室，低下脑袋，简单祈祷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巨人语是非常古老的语言，本身就具备祭祀、祈祷和施法的神秘性，所以戴里克不需要再转成古赫密斯语。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无声。坐在古老青铜长桌上手的克莱恩听到了徘徊于耳边的祈求声，看见太阳对应的深红星辰在膨胀和收缩，但他没有试图接触，打算等下次聚会时提前10几分钟再回应，以此让白银城少年做好独处的准备。而这最重要的是让他规避了时间和日期的换算，减少了愚者强大形象破损的可能。确认好这件事情，克莱恩用灵性包裹住自己，猛地往下急坠。回到房间，克莱恩解除了灵性之墙，稍作休息就准备再次外出。他现在已经没必要再扮演占卜家，也就无需把去占卜俱乐部作为固定的日程安排，偶尔到那边赚个外快，履行一下职业者的监督职责就好了。原本克莱恩是希望好好懒个下午的，但后来想到还有一件事情没做，不得不重新又振作。按照约定，他今天得去找侦探亨利，拿到红烟囱调查的最后报告。据说大人物都是挺忙的，之后还要抽空和班森、梅丽莎一起去廷根市帮助家庭仆人协会找一个好的杂活女仆。克莱恩挣扎着换掉衬衣，穿上黑色燕尾服外套，拿着半高丝绸礼帽和镶银手杖，像个绅士一样走出了大门。贝西克街，亨利私家侦探事务所下面，克莱恩戴上口罩，压低帽子，快速通过街道，进入了楼梯口。第147章，深夜来访者。私家侦探所内，先生，您的委托完成了。烟酒嗓的私家侦探亨利看着面前穿黑色燕尾服、戴半高丝绸礼帽和暗色遮脸口罩的绅士，松了口气般道：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它并不困难，但花费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坦白的讲，我非常后悔之前开的价格太低了。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额外再支付哪怕一个便士。克莱恩在心里强调了一句，指着茶几上的厚厚一叠文件道：这就是调查报告。是的，亨利按住至少有60页的调查报告，叹息道：这是我做过最麻烦的。
他话音未落，就看见克莱恩递来4张1磅的纸币，于是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辨认真伪之上。这是全部的尾款。克莱恩伸手握着那厚厚的调查报告。亨利咳了2声道：“您真是一个诚实守信的绅士。哎，我最开始一点也没想到调查报告会使用这么多的纸张，完全在我的预算之外。”就在这时，克莱恩拿起那份非常厚的调查报告，唰地站了起来。他稍有鞠躬，立刻提上手杖走向大门。亨利侦探的后续话语就这样被堵在了喉咙里。嘿，我怎么可能会为调查报告的纸张开销买单？这包含在整体的委托费用里。克莱恩摸了下剩余的5磅巴苏勒私房钱，在心里嘀咕了一声，快步走至贝西克街上。他先观察四周，确认无人注意自己，才机敏地离开这里，找机会解下了口罩。克莱恩没打算现在回家，而是准备就近找一家咖啡馆，赶紧将调查报告做个整理，找出在他占卜到红烟囱之后有租客更替的那些房屋，然后趁晚餐前的时光排查部分。附近街区的咖啡馆相当多，但几乎没有一家符合克莱恩的要求。自从蒸汽与机械成为时代的象征后，越来越多的咖啡馆降低了自己的格调，变成了廉价餐厅式的存在，为忙碌的劳工们提供着茶水、咖啡、面包、吐司以及嫩豌豆炖羔羊肉等菜肴。于是体面的先生和女士们不再到咖啡馆交谈事情，不再以这种行为为身份的象征，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开始出现，代替了原本咖啡馆的社交功能。走了好一阵子，克莱恩终于找到了一家环境还算不错的咖啡馆。坐到隐蔽的角落卡座里后，他抿了口只需要3又1/2便士的南威尔咖啡，慎重地翻开了调查报告。在廷根市北区、东区、西区、南区、金梧桐区、码头区和大学区，共有1179间房屋拥有暗红色的烟囱。在廷根市郊外，共有546间房屋拥有雇主描述的那种红烟囱。这没有包含归属廷根但相对远离的那些小镇和乡村。以下是每间房屋的地址与相应的房东和租客信息，按照雇主要求，将最近3个月内的情况做了更详细的搜集。克莱恩一页页扫过，不断用钢笔在自己携带的纸张上做着记录。最后他发现在自己占卜到红烟囱后，共有25处房屋出现租客的更替，不算太多，争取2天内排查完。我在梦境占卜里见过那个红烟囱，见过那栋房屋的部分样子，只要现实里再次遭遇，必然会产生灵性上的熟悉，从而确认目标。简单来说，我就是人肉排查器。克莱恩无声颔首，根据房屋地点的不同，规划出了今天要前往的那15处。至于这样的行动是否危险，他不需要占卜都能得到答案。既然出现了租客更替，那就表明让自己命运不协调，总是遇到巧合事件的幕后黑手已经离开。希望能从房东口中知道前任租客的样子。不过既然那个藏在幕后的家伙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我的命运，让巧合看似自然的出现，肯定也会有办法消除自身的存在痕迹。只能祈求女神让那个家伙出现一定的疏漏。克莱恩吐了口气，强行振奋起精神，戴上丝绸礼帽，拿好手杖和报告，起身走出了咖啡馆。接下来他花费2苏勒雇佣了一辆2轮出租马车，抢在晚餐前将那15处有红烟囱的房屋跑了一遍。可惜的是，都非他梦境里见到的那栋。如果明天的排查还是这个结果，事情就麻烦了。他竟然还住在之前被我占卜出来的红烟囱房屋里，这要么说明他有着足够的自信，不害怕我的追查，甚至不害怕廷根市职业者小队的抓捕，要么表明他不知道自己暴露了，后来对抗我占卜的是一种不完全属于他的力量。克莱恩站在水仙花街2号的门口，分析着一个又一个的可能。过了好几分钟，他拍了拍黑色燕尾服上的些许灰尘，按了下头顶的半高丝绸礼帽，掏出铜制钥匙，脸含微笑的开门回家。他今晚打算给班森和梅丽莎准备焖羔羊肉和蜂蜜烤肉。夜里11点，互道了晚安的兄妹3人分别进入了自己的卧室。克莱恩合拢房门，站到书桌前，就着煤气灯的光芒，望了眼凸度窗外。此时附近街区一片黑暗，只有寥寥几盏路灯在指引着方向，高空的星辰镶嵌在黑色的幕布上，一点一点，不算明晰。不知道号称希望之地、万都之都的贝克兰德会是什么样子。克莱恩无声低语了一句，伸手握住帘布，准备拉动。就在这时，一阵阴冷的风毫无征兆的吹过，煤气灯的光芒突然变得阴绿。
克莱恩下意识就退后了几步，很有职业本能的让左边牙齿轻扣了2下。与此同时，他猛地靠向床头，试图拿取枕头下压着的手枪。他的视线里，煤气灯下方、书桌上方的墙壁上豁然凸显出了一张脸孔，没有眼睛，没有鼻子，只有嘴巴的半透明脸孔。不要开枪，那面孔张合着嘴巴道。能交流。克莱恩已拿枪在手，瞄准了目标。你想做什么？他沉声问道。那面孔发出轻笑声道：我是戴利，通灵者戴利，被调到贝克兰德教区的通灵者戴利。克莱恩疑惑皱眉道：戴利女士，我知道这样的来访太过粗暴，应该提前告知你一声，让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我现在不方便直接和你见面，只能通过这个小家伙和你交流。那张半透明的无眼无鼻面孔笑了一声，虽然嗓音不对，飘渺刺耳，但确实是戴利女士的说话风格。通灵者的能力还真是酷炫啊！克莱恩暗自感慨了一句，并没有垂下枪口的问道：女士，你想和我交流什么？如果我是你，我会先用灵性密封卧室，要不然你的家人会认为你的精神有问题。半透明的诡异脸孔打趣道：呵呵，你不需要这么戒备，我是因为邓恩寄来的信才秘密返回廷根，你知道的，职业者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辖区。队长的信。克莱恩没靠近书桌，而是从衣帽架上的黑色风衣内侧暗袋里摸索出圣叶粉。我和邓恩都是廷根市职业者小队成长起来的非凡者，彼此间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他在上周四，对，周四给我寄了封信，提到了你的事情，说你模仿窥迷人的格言，从占卜行为里总结出了自己的占卜家守则，并声称这有效的帮助你掌握了魔药，从而不再出现听见不该听见声音，看见不该看见画面的情况。邓恩说，这很像我，呵呵，你真的不去密封房间？我个人是不介意被你哥哥和妹妹误会什么的。那张半透明的脸孔语速不快不慢的解释道。原来是这样，确实是戴利女士。克莱恩松了口气，把圣叶粉又塞回了内侧口袋，然后几步来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式用银质小刀，快速构建好灵性之墙。他转身望向墙上凸显出的诡异面孔道：戴利女士，队长还在信里说了什么？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感觉自己把握到了什么，但又无法清楚的认识到，希望可以得到我的意见。戴利借助无眼无鼻的诡异面孔说道。而我今天上午一看完那封信，我就知道你绝对不像你自己表述的那样懵懂，呵呵，莫雷蒂先生，我想你应该已经总结出了扮演法，这就是你来找我的目的。克莱恩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的反问道。戴利已经明确的知晓了扮演法，他在心里冷静的判断了一句。戴利让那张半透明的脸孔露出些许笑的表情道：是的，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彼此坦诚，我知道你总结出了扮演法，你肯定也知道我掌握了扮演法。哎，让人不愉快的是，我用了接近2年才清晰的认识到，而你成为非凡者才1个半月。听到戴利的话语，克莱恩斟酌了片刻，接着坦然的笑了笑道：这是因为有你做我的榜样。他本来想说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最终决定不给罗塞尔大帝再一次出现于自己耳中的机会。第148章信使。克莱恩的回答让戴利轻笑了一声，那张只有嘴巴的半透明脸孔说道：即使你从窥迷人的格言得到了灵感，从我的经历和表现里确定了想法，但只用1个多月就清晰的认识到扮演，总结出属于自己的占卜家守则，也足以证明你拥有出众的智慧和开阔的思维。克莱恩没去纠缠这个让他心虚的话题，转而问道：女士教会高层是否知道这所谓的扮演法？毫无疑问，他们非常清楚。我曾经翻阅过教会的历史资料，寻找那些飞快晋升无视规律的同类，发现这样的职业者，这样的主教并不算少。我也不是最为特殊的那个，而他们的结局。说到这里，戴利故意停顿了一下，语气仿佛有些沉重。他们都有怎样的结局？克莱恩心头一紧，脱口问道：难道黑夜女神教会是扮演法为邪神恶魔的诱惑？那张无眼无鼻无耳的半透明脸孔忽然笑了出声，他们的结果都相当美好，除了失控和牺牲在超凡事件里的部分，剩下的至少都成为了大主教或者高级执事，其中不缺乏成功晋升高序列的强者。在女神的教会，序列4和序列3被统称为圣者，序列2和序列1则是地上天使。当然，每一位天使都曾经是圣者。戴利女士，你刚才是在故意吓我啊？克莱恩嘴角微动，没有掩饰自身疑惑的问道。
既然教会早就掌握了扮演法，为什么不将它告诉每一位职业者？虽然这不能完全避免失控，但肯定可以大幅度降低相应的概率，减少无谓的损失。那张半透明只有嘴巴的脸孔出现了少许迷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告诉我，等我成为大主教或者高级执事，就能了解这方面的秘密。我今天来找你，是希望你在提交特别申请前，较为清晰的将扮演法告诉邓恩。克莱恩没有愚蠢的问对方为什么不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若有所思道：一旦被教会注意，就要许下承诺，订立誓约，不将扮演法告诉别人。是的，在女神的圣物面前，以她的名义立誓，这拥有足够的约束力。相信我，你绝对不想知道违背的后果。我现在只能和你这种同样掌握着扮演法的人聊一聊，你本身的状态在你回答之前就已经告诉了我答案，所以我才敢于说出那个名词。戴笠让那张诡异脸孔叹了口气，他顿了下又道：我当初只是隐约把握到扮演的精髓，从而很快消化掉魔药。对，在教会高层，用消化来形容魔药的掌握，我认为这非常贴切。总之，在我立下誓言，被告知扮演法之前，对这件事情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也就无法准确的提醒邓恩他们。我本来已经放弃，没想到会遇见你，一个在提交特别申请前就清楚认识到扮演法的奇葩，不，天才。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啊。于是克莱恩嘴角抽了一下，郑重承诺道：我原本就打算借特别申请的事情提醒队长扮演法的存在，有了女士你的解释，我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很好，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小伙。戴笠的语气里透着明显的放松。于是你似乎只比我大2-3岁。克莱恩在心里指出了对方的问题，不等他开口，那张半透明的诡异脸孔继续说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写信给我。等我成为大主教或者高级执事，了解到教会为什么隐藏扮演法的秘密，我会暗示你这件事情的好坏。克莱恩听得精神一振，毫不犹豫就问道：女士，你的地址是？对他来说，帮手能多一个是多一个，而且这还是相对强力的通灵者。面对一点也不推辞的克莱恩，戴笠沉默了几秒，轻笑道：我们的交流不应该通过邮局，不应该使用正常的书信，这非常的不安全。我教你一个相对简单的仪式魔法，它可以召唤出一种独特的灵，属于我的灵。你将写好的书信给他，他会准确的交给我，速度比不上电报，但快过蒸汽列车。你中午完成，位于贝克兰德的我当晚就能收到。克莱恩专注听着，微微点头道：很实用的仪式魔法。戴笠低笑道：这种仪式魔法的特点是向自己祈求，从本身的灵性抽取力量，不需要通过神灵，也就相当隐蔽，只不过威力往往不大。首先，你挑选对应领域的草药、精油，这一点和正常的仪式魔法没什么区别，但蜡烛只需要象征自己的那根。接着就是咒文部分，这有3段，第一段是我用古赫密斯语、巨人语、巨龙语或者精灵语低喊出我。第二段是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可以改用赫密斯语。第3段就是召唤物的具体描述，比如你之后将要使用到的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被人驱使的上界生物，独属于戴笠·西蒙尼的信使上界。在神秘学领域，这往往指灵界。克莱恩一边认真记忆，一边分析着仪式的流程。在这方面，他勉强算是一个专家了。这种仪式魔法的好处是绕开了神灵，纯粹使用本身的力量，也就可以不受神灵所属领域的限制，获得多样性的法术效果。问题在于，这依赖于自身实力，弱者恒弱，强者恒强。克莱恩感觉自己又获得了新知识，这是他目前序列无法解除到的神秘学。戴笠反复描述了几遍，郑重强调记住不要随意更改召唤物的具体描述，那样很容易引来可怕的怪物。好的，克莱恩老实点头道。与此同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如果把召唤物的描述改为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会召唤出什么东西来？是完全没有效果，还是灰雾突然降临，或者需要我去那片神秘空间做个回应？这会不会帮助我更多的撬动灰雾之上的力量？这会不会引来什么可怕的连锁反应？刚在变异的太阳圣辉上作死成功的克莱恩还残留着后怕，最终遵从新的意愿，打算先去灰雾之上占个卜，再决定要不要尝试。他想了想，颇感兴趣的问道：于是，如果严格使用扮演法，从序列8到序列7需要多久？
从序列7到序列6又需要什么时间？根据我看过的资料，序列8到序列73个月到2年都有。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在扮演的过程里很快领悟核心精神和相应规则。序列7到序列6需要半年到3年，序列6到序列5也差不多，序列5到序列4 3年到20年。戴笠大致的描述到，克莱恩忽然笑了笑。所以，女士，你已经到序列6了。他听邓恩提过，戴笠从序列9收尸人到序列8掘墓人用了1年，从掘墓人到序列7通灵者同样用了1年，而他成为非凡者才5年。也就是说，戴笠在通灵者这个位阶差不多有3年了。是的，这也是我调到贝克兰德教区的原因。那张半透明的诡异脸孔坦然回答。我现在的职业是死灵导师，不过我更喜欢通灵者这个称呼。好了，这个小家伙累了，我得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说愿女神庇佑你了，愿你有个好梦。克莱恩以手按胸，笑着行了一礼。不，今晚不会有好梦，我要赶回贝克兰德，这不是让人愉快的体验，就像和不喜欢的人发生关系一样。戴笠的声音越来越低，那张半透明的无眼无鼻脸孔慢慢缩回了墙内，没留下一点痕迹。煤气灯的光芒一下大亮，所有的音律都消失无踪。一直开着灵视的克莱恩怔怔看着这样的变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通灵者，不，死灵导师真厉害啊，竟然能弄出神秘领域的信使。不知道我的序列7和序列6会有怎样的特殊。他无声自语了2句，飞快解除了灵性之墙，并熄灭了卧室的煤气灯，安静的躺到了黑暗里的床上。他没打算今晚就去挥舞之上，得提防戴笠突然返回，来一句邓恩·史密斯的经典名言。对了，我忘了一件事情，到时候就算想杀人灭口都办不到啊。第二天，克莱恩提前3分钟进入了黑金吉安保公司。上午好，克莱恩，新的文职人员来了。罗珊笑容灿烂的打着招呼，克莱恩由衷的为对方感到高兴。恭喜你，罗珊，女神听到了你的祈求，我皮肤的状态要回来了。罗珊眼睛发亮地点头。寒暄了2句，克莱恩走向隔断，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门。请进。邓恩醇厚的嗓音传了出来。克莱恩推门进去，看见队长本能坐直了身体，让灰色的眼眸变得幽邃，一副预备有事情找上门的状态。可他清了清喉咙，拿着帽子和手杖坐了下来。队长，我有一件事情想汇报。什么事情？邓恩双手交握，沉声问道。第149章，露骨的铺垫。克莱恩看了眼严肃正经的邓恩·史密斯，突然露出笑容道：队长，我昨天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邓恩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向后微靠住椅背，交握的双手松了开来。克莱恩回忆了下之前打好的副稿道：我在总结我之前的经验，我认为魔药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一整套一系列的规则，帮助我们掌握魔药，避免负面影响的规则。而当我们遵循这套规则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似乎就成为了相应职业的人士。同样的，这些规则是暗含的，没有谁直接告诉你，只能从相应的职业里一点一点总结，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效果反馈进行修正。拥有属于自身的占卜家守则后，困扰我的抑郁和幻视就消失了。这就是我想明白的事情。说完这番话，克莱恩暗自吐了口气，除了没直接点出扮演，他该说的都说了。只希望队长不要在教会派人询问的时候说出我已经有这么清晰的想法，那样会让我受到更多的关注，再加上占卜家途径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因素，到时候说不定会有不小的麻烦。不过队长也是见过诸多风浪，有着丰富经验和不低智慧的人，一旦他明悟扮演法，肯定会察觉教会在相应问题上的隐瞒，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克莱恩脑海思绪纷呈，略有些混乱，但是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有了计划。如果队长这样都还没能明悟扮演法，或者没察觉教会的隐瞒，那我就在提交特别申请前直接点醒他。到时候先做个试探，确定下口风。邓恩安静听完了克莱恩的描述，灰色的眼眸变得更加幽邃。他默然10几秒，伸手揉了下额角，然后拿起烟斗嗅了一口。嗅完之后，他仿佛忘记了职业者小队的规定，随手掏出了火柴盒。青白色的烟雾徐徐腾起，邓恩半闭上眼睛，似乎在品味烟草。又过了一阵，他睁开眼睛，对克莱恩笑笑道：抱歉，忘记你不抽烟了，吸烟有害健康。克莱恩一本正经的回答。邓恩拿着烟斗，
想了下道：“我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事情。不，队长，你什么都没明白。反正不要经常往我梦里游荡。”克莱恩没开口反问，只勾勒出温和的笑容。也许你不需要太久就会来提交特别申请。邓恩深深吸了一口夹杂薄荷的烟草味道，半开玩笑半感叹的说道：“明天可以吗？”克莱恩在心里回答了一句，掏出怀表看了下时间，道：“队长，我得去找老尼尔了，今天的神秘学课程要开始了。”好的。邓恩拿着烟斗，一直目送克莱恩出门。关上队长办公室的房门，克莱恩心情不错的走向通往地底的阶梯。在路过文职人员办公室的时候，他看见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新来的文职人员，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并在心里补了一句：再隔2天，这周之内就向队长提交特别申请，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考察，成为序列8的小丑。幽沉安静的地下通道内，克莱恩拐向武器库，推开了看守室虚掩的大门。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看见老尼尔的样子，就吓了大跳。老尼尔精神萎靡，脸色清白，不断的打着哈欠道：我最近有些便秘，昨晚尝试了一个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仪式魔法，结果我整晚都没有睡好，一直往盥洗室跑，到了后来，我差点在马桶上睡着。便秘问题得到解决了。见不是大问题，克莱恩顿时有点想笑，但他克制住了自身，转而问道：现在好点了吗？与此同时，他关切的让左边牙齿轻扣了2下，用灵视观察起老尼尔的健康气场。消化系统的黄色，排泄排毒位置的橘色，有点暗淡和斑杂，但还好，在合理范围内。克莱恩暗自松了口气，没事了，我找弗莱要了点止泻的药剂。老尼尔就像烟鬼般打了个哈欠道：今天的神秘学课程你自修，反正也就最后2、3天的内容了。好的。克莱恩客气了一句，或者我在这里看守武器库，自修神秘学课程，你去休息室补眠。老尼尔瞬间弹直腰背，目光炯炯的回答：小莫雷蒂，你果然是职业者里面仅次于弗莱的有良心者，武器库就交给你了。他拿起铺在膝上的毛毯，旋风般冲出了看守室，留下克莱恩一个人在那里发呆。上午时分，黑金杰安保公司接了单额外的生意，护送一位富商去码头和人交易，伦纳德·科恩黎轻松完成，赚了不少外快，让克莱恩颇为羡慕。而他依旧按部就班的深入神秘练习枪法，被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的高文老师发了疯般折磨。呼呼，克莱恩张着嘴，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恢复去洗澡换衣的能力。离开高文家后，他继续忙碌，花费2苏勒雇佣了一辆出租马车，依次路过剩下那10处有红烟囱的房屋。当最后一个暗红色的烟囱从他视线里远离时，克莱恩的表情变得非常凝重。我占卜中见到的红烟囱房屋不在最近更换过租客的行列，这样一来，事情就麻烦了。1600、700的房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排查完。这件事情又没法找别人帮忙，毕竟只有我面对目标，才有那种灵性上的熟悉感。不能气馁，不能放弃，只要有空就去排查，争取3个月，不，2个月内找到目标。说不定我明后天排查的那些就包含了目标呢。回去整理资料，根据远近区域规划好之后每天的排查路线。克莱恩鼓舞着自己，让沮丧的情绪远离。有了决定的他正打算吩咐车夫拐往水仙花街，突然发现这里与阿兹克教员的住所很近。阿兹克先生去旅游前写信告诉我，说他这周会回来，但没提具体是几号，正好顺路过去看一看，留张纸条给他。出租马车2苏勒1个小时，现在差不多要到时间了，就以阿兹克先生家为终点，之后换公共马车。克莱恩迅速做出了决定。过了4分钟，他走下马车，来到阿兹克家门外。这里的档次明显好于水仙花街，但又不如豪尔斯街区。房屋前方有草坪，后面附带小花园。叮叮叮，克莱恩拉动门口的绳索，敲响了屋内的铃铛。等待片刻，他听见里面有脚步传来，接着便看到大门被打开，五官柔和、肤色古铜的阿兹克出现于了克莱恩眼前。因为在家，他只随意的穿着白色衬衣、棕色马甲和棕色长裤。克莱恩，我正想写信给你。阿兹克热情的招呼道。我昨晚刚到家。克莱恩深深看了眼他右耳下方的那颗细小黑痣道。阿兹克先生，我找到你过去的线索了，真的。阿兹克的表情一下变得激动。
带着沧桑意味的眼眸都失去了淡然。我们进去说。克莱恩左右看了一眼，阿兹克飞快点头，让开位置，任由客人入内。他锁住大门，引着克莱恩来到1楼的起居室，坐至柔软的沙发上。你发现了什么线索？他迫不及待地问道。克莱恩没想到今天就能遇见阿兹克先生，组织着语言道：我最近接受委托，去拉姆德小镇外的废弃古堡除掉了一个怨魂拉姆德。阿兹克低声重复着这个名称，眉头一点点皱起。克莱恩看着对方的表情，放缓语速道：除去怨魂的过程里，我们发现了一些事情，于是到小镇做深入调查。有位镇民声称拥有初代拉姆德男爵的画像，试图向我兜售。我好奇地观看了这幅油画，发现画像上的人除了发型、五官与阿兹克先生你非常像，就连耳朵下方的那颗黑痣也有着同样的位置和同样的大小。那位镇民在我的审问下交代，油画是40多年前的作品，但模仿的对象确实来自废弃古堡，确实是那里挖出来的一幅肖像古画。你知道的，我们这种具备独特能力的人都拥有初步鉴别谎言的技巧，而这个技巧告诉我，那位镇民并没有撒谎。阿兹克身体前倾的听完，交握住双手，好半天没有说话，始终保持着无言的沉默。过了5、6分钟，他才吐了口气道：你的描述并没有让我回忆起更多的东西，或许我得亲自去看下那座废弃的古堡，你能带我过去吗？这是我的荣幸，克莱恩早有准备的回答道，但我需要回家一趟，免得哥哥和妹妹担心。没有问题。阿兹克唰的站起。第150章，阿兹克的发现。水仙花街2号，克莱恩对阿兹克点了下头，快步走到屋前，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已经回家的梅丽莎听到锁芯转动的声音，忙从厨房位置靠近客厅，看见克莱恩，她眼眸明亮的开口道：我买好菜了，有鸡肉、土豆、洋葱、肉鱼、无筋和豌豆，我还买了1小罐蜂蜜。妹妹啊，你也适应偶尔的小奢侈了吗？克莱恩低笑一声道：今天得你来准备晚餐，不用考虑我那一份，我有事情需要外出，也许得凌晨回来。帮阿兹克教员一个忙。霍伊大学历史系的教员说话的同时，他半转身的指了指门外等待的马车。梅丽莎的嘴唇张合了2下，又抿了抿道：好的。克莱恩告别妹妹，走出大门，上了阿兹克雇佣的出租马车，花费2个小时40分钟抵达了拉姆德小镇。此时接近9点，天色全黑，只靠偶尔穿透云层的绯红之月和琐碎繁星照亮没有煤气路灯的地方。吩咐车夫在小镇上等待后，克莱恩领着阿兹克踏上了前往废弃古堡的道路。走着走着，他发现阿兹克越来越快，让自身得小跑着才能跟上，到了最后甚至成了阿兹克在前面引路。克莱恩本想说点什么，可一看见对方沉默的脸庞和紧抿的嘴唇，又将明智的将话语咽回了喉咙里。这样的速度下，两人没用多久就来到那座废弃的古堡前方。几乎快变成废墟的他在浓浓的黑暗里往四周伸展着躯体，向天空直离出坚定、苍凉、荒蛮、阴森、暗淡。阿兹克凝望着这座废弃的古老城堡，放缓了自身的脚步。他停在了那里，目光时而幽深，时而迷离，仿佛一直在徘徊于梦境与现实之中。突然，他痛哼了一声，抬手捏住额头，脸上的肌肉扭曲到狰狞。阿兹克先生，你怎么了？克莱恩边启动灵视，边小心翼翼地开口发问。早在坐出租马车回水仙花街的途中，他就用把玩硬币的方式隐蔽地做了次快速占卜，预言重返拉姆德的行动几乎没什么危险。但他相信占卜不是万能的，时刻提防着自己解读错误，或者占卜语句的组织有问题。再加上阿兹克教员是位神秘色彩浓郁的强者，谁也不知道他过去怎样，不知道他一旦遭遇刺激会出现什么反应。谨慎、戒备和担心也就成为了克莱恩正常的情绪。阿兹克没有立刻回答，表情痛苦地上前2步，松开捏住额头的手，指着前方，用一种梦一般的口吻道：我在梦里见过这座古堡，那时候它还很完整，有着坚固的外墙，有着高耸的尖顶。我记得那里是马厩，那里是水井，那里是士兵的营房，那里开辟出了一片田地，用来种植土豆和红薯。我记得那里有片练习场，我的孩子，他是个男孩，才7、8岁就喜欢拖着一把比他高的阔剑跑来跑去，说将来要成为骑士。我的妻子总是抱怨城堡里太阴暗，她喜欢阳光，喜欢温暖的感觉。正审视对方气场颜色的克莱恩听得头皮发麻，但又略有感动，就像在亲身经历一个灵异故事。
这座古老的城堡果然与阿兹克先生有关系，难道他真是初代拉姆的男爵，活了1300-1400年的超凡生物？他究竟是人还是恶灵？不对，哪有阳光底下乱跑还或职业者有过接触的恶灵？克莱恩控制不住自身的念头，任由他们彼此碰撞，激发出更多的想法。就在这时，阿兹克停止了一语，迈步走进了大门。他一路穿行至内部，无需克莱恩指点，就熟稔的找到了机关，开启了通往地下室的暗门。紧握住手杖，克莱恩落后对方2步，沿着阶梯往下，又回到了那摆放着棺材的地方。与之前所见不同，棺材的盖子已经合拢，温暖与纯净的感觉也消散一空。棺材被盖上了，应该是福来做的，这是收尸人的职业道德。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用灵视看着情绪混乱的阿兹克教员走到棺材前方。阿兹克伸手推动棺材盖子，推出了一道缝隙。他长久地凝视着里面那具无头的白骨，突然发出一声似悲伤似痛苦的哀鸣。噔噔噔，阿兹克脚步沉重的后退，在克莱恩反应过来前就踉跄着跌倒，贴住墙壁滑落。他用手掌捂住脸孔，就那样颓废地坐着，周围的环境恍惚间变得更加黑暗。克莱恩抢前2步，本待伸手，但又缩了回去，没敢打扰。就在这时，他的灵感告诉他，现在的阿兹克先生非常可怕，可怕到地下室又变得阴冷森然。克莱恩默默移动脚步，靠近了阶梯。他相信阿兹克先生的品格，但害怕对方失控。这样的不安里，他等待了几分钟，终于看见阿兹克放下双手，缓缓站起。阿兹克先生似乎有了点变化，这是灵感给我的答案。但在灵视里，他的气场颜色并未有明显改变，情绪也与刚才一样低沉、失落和痛苦。克莱恩飞快做着判断，觉得阿兹克教员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威严。我想起来一些事情，但只是很小的部分。阿兹克用不含情绪的语气说道。紧接着，他环顾四周一圈道：我在这里察觉到了让你命运不协调的那股力量啊！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惊喜反问道：能追溯出它的来源吗？那位居住在红烟囱房屋内的幕后黑手，除了暗中制造巧合，还来到拉姆德古堡，取走了那位黑色全身盔甲骑士的脑袋。他究竟想做什么？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隔得太久了，不过我想试一试。阿兹克低沉的嗓音里仿佛蕴藏着即将爆发的火山。怎么尝试？克莱恩好奇问道。阿兹克走回那具棺材前方，凝望着里面的白骨道：他拿走了我孩子的头骨，我想借助血脉的联系找到他。你孩子？阿兹克先生，你确认那个黑甲骑士是你的孩子？你还真是老古董啊！真的每隔一段时间就失忆一次，而这是获得漫长生命的代价。克莱恩暗自吸了口气，有种在接触神话生物的错觉。这个时候，阿兹克伸出右手，用突然锋利的拇指指甲划破了食指，一滴红色的鲜血落了下去，准确的沾染到白骨上。他迅速浸透入内，瞬间将整具尸骨都变得血红。哇哇哇！克莱恩突然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感觉背后有谁在盯着自己。他猛地拔出左轮，指向后方，接着才缓慢转身，但目光所及，空空荡荡，没有任何事物存在，就连通往地面的阶梯都不存在了。哇哇！婴儿的哭喊一声声钻入克莱恩的耳朵，他再次望向了棺材位置，愕然看见那里有一张张或无形或扭曲的面孔夹杂着黑雾腾起，化成了一扇诡异的大门。吱呀！虚幻的大门敞开，一条条苍白的手臂争先恐后的伸了出来，但在阿兹克面前，他们又全部蒸腾为黑雾。透过大门裂开的缝隙，克莱恩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头骨，它被随意的丢弃在深棕色的树下，在风中腐烂成粉末。哐当！无数条苍白的手臂被突然合拢的大门夹断，纷纷落到地面。这时，克莱恩听见了一声悠长的叹息，来自阿兹克先生的叹息，穿透了厚重历史般的叹息。随着这声叹息，黑雾陡的消失，婴儿的啼哭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只是阴冷了不少。克莱恩咬紧牙关，打着寒颤，望向棺材之内，只见赤红的尸骨又变回了白色，晶莹的白色。很抱歉，没有找到他。背对克莱恩的阿兹克低沉开口道。与此同时，他伸手合拢了棺材盖子。没找到正常，能找到是惊喜。克莱恩宽慰了对方一句。
反正这件事情上我已经失望很多次了。他默默在心里补充道。阿兹克又看了眼面前的棺材，缓慢转身道：我会继续追查下去，希望得到你的帮忙，没有问题。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克莱恩忍住了将红烟囱之事现在就告诉阿兹克的冲动，因为说了也没用，只能靠他自己才能确认目标。不过这也解决了他一大难题，那就是找到红烟囱房屋后该怎么引入职业者的问题。他根本不相信光靠自己一个人能干掉那么神秘那么可怕的幕后黑手，而现在他可以寻求阿兹克先生的帮助。阿兹克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沉默着走向阶梯。出了地下室，关上暗门，两人沿着杂草和荆棘丛生的道路，谁也没有说话的往废弃的古堡外行去。浓郁的夜色里，阿兹克突然开口道：等这件事情解决，我会辞职离开廷根，去追寻我遗失的过去。阿兹克先生，你明白了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难掩好奇的问道。